今天我会教你23个关于 ChatGPT 的使用小技巧。即使你是一个完全零基础的新手，当你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之后，你也能够成为 ChatGPT 的使用高手。技巧1：给 ChatGPT 分配一个角色。在向 ChatGPT 提出问题之前，你需要先为它分配一个角色。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我们没有给 ChatGPT 分配角色时，我们输入提示词，比如给我的好朋友张三写一封简短的生日信。好，现在 ChatGPT 已经按照要求写好了。现在我来给 ChatGPT 分配一个角色，鼠标移到这边，你会看到一个小铅笔的一个图标，点击来修改提示词。我想增加一些趣味，所以我在前面加入现在你来扮演美国队长的角色，保存并提交。这时 ChatGPT 就会以美国队长的口吻来说话了，并使用与第一封信完全不同的措辞，这都是因为我们给它赋予了这个角色的原因。技巧2：改变 ChatGPT 的回复格式。ChatGPT 不仅仅可以用纯文本的形式来回复，它也可以用许多其他不同的格式来进行回复。例如，我现在输入创建一个按照订阅人数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 YouTube 频道 Top 10的表格，并为它添加订阅人数和语言这2列信息。当你发送这条命令时， ChatGPT 会生成一个按照你的要求排序的表格。技巧3：提供充分的上下文背景信息，使 ChatGPT 能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例如，我向 ChatGPT 输入以下提示：我想在今年年底之前将我的 YouTube 频道增长到10万订阅者，请为我生成一个内容策略和达成订阅目标的计划。这是一个不错的提示词，但是这个时候 ChatGPT 完全不了解你本身的具体情况，所以它也没有办法给到一个非常准确的适合你的回复。为了改进这个提示词，你可以提供更多的上下文的背景信息。我这边可以添加这些提示词：我目前有3300名订阅者，现在是1月18号。我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到10万的订阅者。我的频道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我已经运营了1年了，共有20个视频。好，现在 ChatGPT 拥有了大量的上下文的信息，来帮助你制定内容策略，与之前没有任何的上下文的信息对比，效果大为不同。技巧4：结构化你的提示词。这是我在 ChatGPT 当中最喜欢使用的一个结构化提示词的序列。如果你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上下文背景信息和行动，那么 ChatGPT 将为你提供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答案。技巧5： ChatGPT 的插件应用。点击这里，下拉菜单中选择 Plugin 插件，然后点击来到插件商店，我们来搜索 AI Diagram， 然后点击安装。好的，现在这个插件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来调用这个 AI 图表的插件。指令这里，由于我做的是 AI 相关内容的频道，我会在这边输入，请为 AI 人工智能领域创建一个细分领域的树状图，创建1级、2级和3级细分领域。好的，这里你将看到 ChatGPT 已经使用了这个第三方插件，向一个叫做 Whimsical 的应用程序在发送请求。很快，它就为我们生成了 AI 细分领域的树状图，并且给出了1级、2级、3级的细分，真的非常好用。并且你还可以在这边点击进去 Whimsical 去进行修改和编辑。这只是 ChatGPT 提供的成千上万个插件之一。我们可以在插件商店这里看到，每页8个插件，一共有130页之多。技巧6：生成待办事项清单。这个技巧可以让 ChatGPT 从一大段文字中提取出具体的待办事项。例如，你从老板那里收到了一个需要提取具体任务的长邮件，假设文本是这样的。这段文字里混杂了许多细节和指示，通过告诉 ChatGPT 给这段文字生成一个待办事项列表发送，这样 ChatGPT 就能够迅速地提炼出核心任务。技巧7：
让 ChatGPT 持续回复。初始回复之后，其实你和 ChatGPT 之间的对话并没有结束。以前面我们生成的待办事项列表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要求 ChatGPT 根据每项任务预计所需要的时间来规划这些任务，并将它们从耗时最长到最短进行排序。当我们发送这样的后续指令之后， ChatGPT 不仅会生成一个待办事项列表，还会给出每项任务的预估完成时间，并根据这个时间进行了排序。技巧8，分享你的聊天记录。在 ChatGPT 中分享聊天记录非常简单，比如我需要把刚才生成的待办事项清单分享给某位同事，我只需要点击聊天记录这边的3个点，点击 Share 分享，这里就会自动生成一个链接，复制这个链接给你的同事就可以了。技巧9，提示词使用自然语言。GPT-4 现在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来进行提问，尤其当我们尝试想要用英语来输入提示词中，经常会写错单词，这个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因为 GPT-4 的模型可以识别并且理解你输入的错误单词，即使我写的这么乱，拼写错误、缩写， ChatGPT 也能够迅速理解，并从这个混乱的提示词中掌握上下文。它成功地为我回复了关于纽约的10个有趣事实。技巧10，生成图片。自从 ChatGPT-4 Turbo 到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调用 DALL-E 3来生成图片，比如创建一张玫瑰花的水彩画。很快啊，一张色彩鲜艳的玫瑰花水彩画已经生成好了。点击图片，你会看到这边的信息按钮，点击它，你就会得到这张图片的提示词。你可以复制、编辑提示词，用来生成新的图片。或者说你对这张图片已经很满意的话，点击这边的下载按钮即可。技巧11，重新命名你的聊天记录。我经常找不到某个过去的聊天记录，但是通过重命名你的聊天记录，你的使用界面也会变得整洁，便于搜索。技巧12，收藏你的聊天记录。有时你的界面可能会有几十条的聊天记录，非常的混乱，你想清理掉所有的聊天记录，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左下角头像，点击 Setting 设置，在这里你会看到 Delete All 删除全部的按钮，但是你依然希望可以保留其中几条重要的聊天记录。我们可以来到你想要收藏的这条聊天记录，3个小点旁边还有一个按钮，上面显示 Archive 收藏，点击它，这样你就成功收藏了这条记录。去哪里看呢？再次点击头像 Setting 这里的 Archived Chats， 点击 Manage 管理，这里你就能够看到所有收藏的聊天记录了。技巧13，自定义你的指令。这样你就可以避免每次的重复输入相同的指令了，并且这个功能对于免费的用户也是可以开放使用的。点击头像，你就会看到自定义指令这个选项，选择它，会跳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是你需要喂给 ChatGPT 关于你的信息，旁边有一些提示，比如说你现在在哪里？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这些信息都是能够让 ChatGPT 更好地了解你，从而可以生成更有针对性的回复。下面是你希望 ChatGPT 如何回复你，比如说你希望回复是正式的还是较轻松的口吻，你希望回复的字数长度等等。为了更好地为大家示范这项功能，我会输入一些比较夸张有趣的设定，比如说我是一名植物学家，我生活在火星上，我喜欢种植土豆，现在是2040年。然后这里我告诉 ChatGPT 希望它以符合我身份的角度来回复，回复的方式轻松幽默一些，然后点击保存。现在我回到这里输入指令，告诉我关于土豆的5件有趣的事情。你就会发现 ChatGPT 已经完全考虑到我的自定义指令设置了，回复里面都体现了我的这个身份设定的信息。我们再将没有设置自定义指令的回复来做一下对比，这个时候的区别就更加的明显了。技巧14，总结提炼长文或者书籍的要点。如果你没有时间去阅读一封长邮件，
一篇长文章，甚至说一本书，你都可以使用 ChatGPT 来帮助你迅速提炼总结关键要点和摘要。比如最近我在看凯文·凯利的这本书《5000天之后的世界 AI 扩展人类的无限可能性》，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但是如果我想要快速地提炼出这本书的重要内容，我就可以复制粘贴某个章节的全部部分，在底部或者顶部给出我的提示，给我这段文字的摘要和关键点信息。很快 ChatGPT 就会给我生成了一个非常棒的摘要，这样我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理解这本书，这也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快速学习的好办法。技巧15，使用向一个5岁孩子解释这一指令。这个指令可以帮你迅速地理解某个复杂话题。比如说普通的指令，我们会输入什么是比特币，你会得到这样书面的解释，看完之后依然是一头雾水，似懂非懂。所以我们可以重新输入向一个5岁小孩子解释什么是比特币，这样一对比，明显这个版本的解释更加容易让人理解。这个功能非常强大，我推荐你经常使用。技巧16，使用类比指令。类比指令和上一个指令非常的类似，但是类比指令在某些场景下会更加的适合。比如我输入为我生成一个关于 DNA 的类比，很快 ChatGPT 非常出色的将 DNA 比喻成搭建乐高的安装说明书，将原本晦涩难懂的概念瞬间解释得十分形象。技巧17，调整你的写作语气。如果你的上司是外国人，或者说你的工作中需要频繁地和国外的客户进行英语邮件沟通，这个功能将非常有用。举个例子，你今天感觉非常不舒服，需要和老板请个假，你虚弱地写下了一封请假的邮件，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语气，甚至你的拼写还有错误。我们需要让这个邮件显得更正式一点，以免老板误解。你可以在最前面加入请让这封邮件的语气显得更正式一点。很快 ChatGPT 帮我们非常好的做了调整，同时你也可以调整不同的写作语气。比如我写到把这封邮件的语气改为对我老板的愤怒。好，现在我来发送。你会看到这封邮件处处体现了明显的愤怒的感觉和语气，或者更现实一点，我们需要让这封邮件的语气显得更加抱歉，来表达对自己今天没能来上班而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很棒，现在你的老板看到这封语气非常的正式，并且非常的处处体现你抱歉的语气的邮件时，他一定在暗自夸，哎呦，这真是个懂事的好下属。技巧18，改变你的写作风格。我们可以在提示词里面将写作风格与特定的名人、角色或者类似事物挂钩。举个例子，现在我是小红书上的健身博主，我需要写一篇健身日常文案，但是呢，我需要用鲁迅的写作风格来呈现。好，点击发送。我们来看一下啊，真的非常了不起。在这个纷扰的时代，健身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啊！在小红书上，我记录的不仅仅是健身的方法和成果，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英雄，无论外界如何的喧嚣。哇，这真的是非常优秀的鲁迅的写作风格，让你在社交媒体上独树一帜啊！技巧19，识别对象。你需要是 GPT-4 的付费用户才能够使用这项功能。点击这里的链接，上传图片，这是我在公园散步时随手拍的花的照片。好，现在我来询问这是什么花。很快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很好用啊，非常方便的使用。技巧20，和 ChatGPT 语音对话。如果你有 ChatGPT 的手机端的 APP，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声音，然后与它进行语音沟通。在手机 APP 的右下角，你会看到一对耳机的图标，点击它，你就可以与 ChatGPT 进行语音对话。我最近胖了4斤，我想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通过控制饮食和进行健身锻炼来减去这4斤，请给我制定一个1个月的详细计划。
减重4斤1个月是一个合理的目标。首先，饮食方面建议均衡饮食，减少高热量、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多吃蔬菜和食物。每餐以少量多餐为原则，避免过量进食。锻炼方面，建议每周进行4到5次运动，可以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比如很快 ChatGPT 已经为我们生成了1个月的饮食和健身计划，并且这些聊天记录也已经自动保存在手机端上了。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这项功能其实非常适用于来解答小朋友们随时随地发出的10万个为什么的问题。技巧21：分析文件。如果你是 GPT-4 的付费用户，你可以使用这项高级数据分析功能来分析你的文件。点击这里的链接的图标，上传你要分析的文件。我这里有一份 Social Media Popularity 09年到23年的数据。现在我输入，请告诉我这个报告里面包含了哪些数据？很快它这边已经出来了。我继续输入，你有注意到任何趋势吗？这个功能非常厉害，它不仅立马回复给我它观察到的趋势，并且还用了图表的这个形式来配合，更方便理解和说明。技巧22：使用网页浏览功能。你依然需要 GPT-4 来激活网页浏览功能。比如我输入，请给我找到3篇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文章。这个文章需要来自于过去的1周内。今天的日期是2024年1月21日星期日。基于这个日期，很快 ChatGPT 就给我找到了我需要的3篇文章。因为我自己的频道是关于 AI 人工智能的，有时候我也需要找一些内容点的方向，所以我可以利用 ChatGPT 的这项功能深入使用。我接着输入，基于这些文章为我创建3个 YouTube 视频的内容创意。很棒啊，3个内容创意已经完成了，非常高效。我甚至可以继续写到，请为这些视频创建 YouTube 的视频脚本内容，真的非常好用。技巧23：创建你自己的 GPT。什么是 GPT？ 你可以把 GPT 当作 ChatGPT 里面的虚拟助手。最近 ChatGPT 已经对外发布了 GPT Store， 我们点击 Explore GPTs，你就会看到 GPT Store 的界面了。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些置顶的、一些流行的 GPT， 这里还会有一些 ChatGPT 他们自己创建的 GPT。更关键的是，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许多个人创建的 GPT 在这个 GPT Store 上架了。当我想要用 ChatGPT 帮我解决某个特定问题，并且我是需要经常回到 ChatGPT 来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就非常适合创建属于自己的 GPT。 这里是我自己创建的 YouTube 视频评论分析的 GPT， 这里是我自己输入进去的几个常用提问提示词。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每次点击它，然后点击开始，它就会引导我经历一个评论分析的流程，特别的方便和高效。如果你也想创建一个 GPT， 其实流程很简单，不过前提你得是 GPT-4 的付费用户。回到这里，点击 Explore GPTs， 然后点击这里的 Create 创建，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 GPT Builder， 你只需要根据它的提示问题一步一步的回答即可。